西游记9第13章二郎真君显神通。却说那花果山一战，李天王率10万天兵，将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。4大天王、9曜星官、28宿、哪吒3太子轮番出战，却被孙悟空一根金箍棒杀得丢盔弃甲，狼狈不堪。李天王眼见日落西山，众将伤亡惨重，那泼猴却越战越勇，心中又惊又怒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当夜，李天王在中军帐中来回踱步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帐外天兵们的呻吟声不绝于耳，那是被金箍棒扫伤的将士。哪吒坐在一旁，肩头缠住白布，面色苍白，那被悟空一棒扫中的地方，至今还在隐隐作痛。父亲，哪吒低声道：这泼猴的本事比当年大闹天宫时又大了许多，他的金箍棒重13500斤，我们这边没有人能正面挡住他一棒。李天王长叹一声，坐到帅案前，提笔写下一道表彰，将战况如实禀报，末了写道：臣等围攻花果山一日，损兵折将，未能擒获妖猴，恳请陛下增派援兵，否则臣等实在难以支撑。写毕，他唤来大力鬼王，将表彰交给他，郑重道：速速上天庭，面呈玉帝，不得有误。大力鬼王领命，驾起阴风，转眼间便到了南天门外。守门天将认的是李天王帐下使者，不敢阻拦，放他进去。大力鬼王一路疾行，来到凌霄宝殿，跪倒丹池之下，双手高举表彰。玉帝展开表彰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读完之后，他将表彰往龙案上一掷，冷笑道：婆奈这个猴精能有多大手段，就敢敌过10万天兵。李天王率领4大天王、哪吒3太子、28宿、9曜星官，这么多神将，竟然拿不下一个猴子，还要来求助。众仙卿面面相觑，无人感应。正在此时，颁布中闪出观音菩萨，他手持杨柳玉净瓶，莲步轻移，来到殿中央，合掌启奏道：陛下宽心，不必忧虑，贫僧举一神，可擒此猴。玉帝精神一振，忙问道：菩萨所举者何神？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，缓缓说道：陛下可知，令生显圣二郎真君现居灌州灌江口，享受下方香火。他昔日曾力诛6怪，神通广大，武艺高强，更有梅山兄弟与帐前1200草头神相助，个个骁勇善战。只是他为人孤傲，性子刚直，平日里听调不听宣。陛下若是宣他上殿，他未必肯来；但若是下调兵旨意，他必定欣然前往。陛下可将一道调兵旨意，助他助力，定可擒拿妖猴。玉帝听罢，龙颜大悦，连声道：好，好，就依菩萨所言。当即命文曲星官撰写调兵旨意，盖上玉玺，交给大力鬼王，吩咐道：速去灌江口，宣二郎真君出兵。却说那灌江口有一座二郎真君庙，香火鼎盛，终年不断。这一日，二郎神正与梅山6兄弟在庙后教场上比试剑法，但见他张弓搭箭，一箭射出，正中百步外靶心，余力不减，箭杆没入靶中3寸。梅山6兄弟齐声喝彩。那6兄弟乃是康安玉、张伯实、姚公林、李焕章，此4人封为太尉，外加郭申、执剑2将军。这6人本是灌江口一带的豪杰，被二郎神收服后结为兄弟，对他忠心耿耿，情同手足。正欢笑间，忽见庙门外一阵阴风旋转，大力鬼王现出身形，高声道：灌江口显圣二郎真君接旨。二郎神闻言，立刻整肃衣冠，率领梅山6兄弟出庙迎接。他焚香开读，双手接过旨意，细细看了一遍，嘴角渐渐浮起一丝笑意。读完旨意，二郎神对大力鬼王道：天使请回复陛下，就说杨戬即刻点兵赴花果山助力剿除妖猴，成功之后不敢望高升重赏，只求陛下记得灌江口有臣这么一个外甥便是。大力鬼王告辞离去。二郎神转身回到庙中，将旨意往桌上一拍，朗声道：兄弟们，玉帝有旨，让我们去花果山捉拿妖猴。那猴子号称齐天大圣，偷蟠桃、盗玉酒、窃仙丹，搅乱蟠桃大会，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。今日轮到我们出马了。康安玉笑道：二哥，我们在灌江口闲了这些日子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张博士吕须道：听闻那猴子有72般变化，一根金箍棒重13500斤，倒要会他一会。姚公林和李焕章对视一眼，齐声道：
愿随二哥前往。郭深，只见二将军更是摩拳擦掌，高声道：早就听说了这猴子的事迹，今日正好见个高低。二郎神哈哈一笑，当即点其帐前1200草头神，这些草头神都是他在灌江口收服的各路精怪，有山精、水怪、树妖、石灵，个个身怀异术，骁勇善战。二郎神又命人牵来他的神犬哮天犬，那犬通体漆黑，眼如铜铃，呲牙咧嘴间寒光闪烁，乃是天地间第一等的灵犬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二郎神率领眉山六兄弟1200草头神，驾起狂风，带着鹰犬搭弩张弓，浩浩荡荡杀奔花果山。霎时间，天空中乌云翻滚，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，日月无光。不消半个时辰，二郎神已率众来到花果山上空。只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，将整座花果山罩得严严实实，18架天罗地网上下交错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二郎神按下云头，来到天罗地网边缘，高声喝道：把守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，吾乃灌江口显圣二郎真君，蒙玉帝调来擒拿妖猴者，快开营门放行。守将不敢怠慢，一层层传报进去。李天王与4大天王闻讯，急忙出辕门迎接。李天王见了二郎神，拱手道：真君远道而来，李某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二郎神还礼道：天王客气，不知那妖猴本事如何，还请天王详告。李天王叹了口气，将前日交战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，从九曜星官败阵到4大天王受挫，再到哪吒受伤，一一陈述。末了，他补充道：这猴子的金箍棒重13500斤，力大无穷，又有72般变化，神出鬼没，还会分身法，拔一把毫毛就能变出千百个自己，真君不可不防。二郎神听罢，不以为意的笑了笑，眼中反而露出兴奋之色。如此说来，这猴子倒真是个对手。天王，我有一个请求。李天王道：真君请讲。二郎神道：我与这猴子赌斗变化，请天王将天罗地网的顶上撤去，只留四围紧密。若我输了，不必列公相助，我自有兄弟扶持；若我赢了，也不必列公绑缚，我自有兄弟动手。只请天王与我使个照妖镜，立在空中，恐他一时败阵，逃窜他方，天王须用照妖镜照定他的踪迹，误走了他。李天王点头道：就依真君所言。当即传令，将天罗地网的顶上撤去，只留四面围困。二郎神整顿衣甲，手持3尖2刃神锋，率领眉山六兄弟来到水帘洞外，厉声高叫：泼猴，出来受死！却说孙悟空在洞中正与72洞妖王、4剑将分饮仙酒，那仙酒还是他从天宫偷回来的。众猴喝得正欢，忽听洞外一声大喝，如炸雷般滚滚传来，震得洞壁上的碎石簌簌落下。悟空放下酒杯，侧耳一听，冷笑道：又来了送死的，孩儿们，你们且慢慢喝住，老孙区区就来。说罢，他纵身跃出洞外，手搭凉棚一看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年轻神将。悟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歪着头问道：你是何方小将，敢到这里来撒野？二郎神手中3尖2刃刀一指悟空，喝道：你这泼猴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吾乃玉帝外甥，赤峰昭会灵显王二郎显圣真君是也。今奉玉帝兵旨意前来请你，识相的早早束手就擒，跟我上天负罪。若说半个不字，我这刀下不留情面。悟空听了，不但不怕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一边笑一边指着二郎神道：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玉帝老儿的外甥。我记得当年玉帝的妹子思凡下界，配合杨军生了一个男子，后来那男子斧劈桃山救母，说的就是你爸。你不好好在你灌江口享你的香火，跑到这里来搅什么浑水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拿你孙外公？快快回去，唤你舅舅来！二郎神最忌讳别人提起他的身世，虽说他劈山救母是孝义之举，但母亲思凡下界终究是不光彩的事。悟空这番话正戳中了他的痛处。只见二郎神脸色骤变，由白转青，由青转红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双目圆睁，厉声喝道：泼猴，你找死！手中3尖2刃刀化作一道银光，当头劈下。悟空早有准备，侧身一闪，金箍棒从耳中取出，迎风一晃，变成碗口粗细，丈2长短，往上一架，当一声巨响，震得四周山石崩裂，草木纷飞，刀棒相交之处，蹦出一团耀眼的火花，如同白日里的烟火，
两人各自退后3步，四目相对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讶。悟空心中暗忖，这厮好大的力气，3尖2刃刀，少说也有万斤之重，这一刀劈下来，竟震得我虎口发麻。二郎神也在暗暗吃惊，这猴子的金箍棒果然名不虚传，13500斤的兵器在他手中如同无物，这一棒架上来，竟震得我手臂发酸。两人对视片刻，几乎同时抱起，刀棒再次相交。这一场好斗，但见招会二郎神，齐天孙大圣，铁棒赛飞龙，神风如五凤，左挡右攻，前迎后应。这一个使刀，钻天入地势难挡；那一个舞棒，搅海翻江威更盛。一个是玉帝外圣威名远，一个是花果山猴王本领强，两条好汉显神通，各逞英雄争上下。两人从地上打到空中，从空中打到云端，刀来棒往，杀得难解难分。二郎神刀法精奇，每一刀都携风雷之势，3尖2刃刀在他手中如同活物，忽而直刺，忽而横扫，忽而劈砍，忽而撩挑，变化莫测。悟空棒法刚猛，金箍棒在他手中如同蛟龙出海，一棒重似一棒，每一棒都带住万钧之力，砸得空气都发出爆裂之声。两人斗了整整300余合，依然不分胜负。天兵天将们在云端看得目瞪口呆，梅山6兄弟在下面也看得手心冒汗。李天王手持照妖镜，紧紧盯着战场，生怕悟空突然逃走。300回合过后，两人都微微喘息，但眼中的战意却更加炽烈。二郎神抖擞精神，猛地大喝一声，摇身一变，展现出法天象地的神通。但见他的身躯骤然暴涨，转眼间变得身高万丈，头顶云霄，脚踏大地。那3尖2刃刀也随之变大，如同一座山峰，刀锋上寒光闪烁，令人胆寒。他青面獠牙，朱红头发，双目如日月，口鼻如山洞，恶狠狠地望着悟空，举刀便砍。悟空见状，不慌不忙，哈哈一笑，变大，谁不会？他也摇身一变，变得与二郎神一般高大，身高万丈，金箍棒也化作擎天之柱，上抵33天，下至18层地狱。2个万丈巨人在天地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。这一战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两人每踏出一步，大地便颤抖一下，每挥出一刀一棒，狂风便呼啸而起，方圆千里的飞禽走兽都被吓得四散奔逃，连东海的海水都被震得波涛汹涌，掀起100丈巨浪。正斗得难解难分之际，悟空无意中往下一瞥，心中猛地一沉，只见花果山上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梅山6兄弟率领1200草头神，趁他与二郎神酣战之时，从四面放火烧山，擒拿他的猴子猴孙。那72洞妖王奋力抵抗，却寡不敌众，一个接一个被擒。4剑将率领猴兵拼死厮杀，却也被杀得节节败退，只能退入水帘洞中死守。眼见自己的儿孙们遭难，悟空心乱如麻，哪里还有心思恋战？他收了法天象地的神通，现出本相，撤棒就走，想赶回洞中救援。二郎神哪里肯放，大步赶上，喝道：哪里走？趁早归降，饶你性命。下一集备擒。